嗨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我們在杭州西湖區。昨天晚上同行小伙伴刷手機，發現最近剛好有餐廳周活動，火速預定了杭州香格里拉水之新居的晚餐，所以計劃今天在晚餐地點附近的景區轉悠。我們搭乘公交車到曙光公寓下車。今天打算先去黃龍洞爬山，從山上下來後參觀岳王廟，再去西湖邊喝下午茶，最後去吃晚餐。今天的濕度有點高，氣溫大概28攝氏度左右，還算涼快。下車後沿着綠化帶往前走，經過了浙江省圖書館，這邊有一個自助還書機，感覺蠻方便的。下次進圖書館看看。來到黃龍洞了，牌坊兩旁的樹都很高，剛好遇到綠化在修剪樹木。這是今天我們爬山的路線，會經過白沙泉、紫雲洞和棲霞嶺。爬山步道入口處的涼亭，聚集了許多居民在打撲克。這裡也有一個民俗園的景點，不過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，還是直接爬山吧。從這裡可以一直爬到寶石山。這裡的竹子很高啊，山裡的氣息讓人感覺很舒暢。到達白沙泉了，這個泉眼好像是明朝萬曆年間發掘的。繼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階梯漸漸變陡了，沿途還能看到一些徒步的路線，這樣會比走樓梯省力嗎？走到這邊已經覺得很累了，加上天氣這麼悶，還以為沒多少路，沒帶水，加油吧！終於看到路牌了。眾所周知，通常路牌上寫的是直線距離。來到出陽台了，有很多人在這邊歇息。一路爬上來，遇到的大多是本地居民。出陽台位於葛嶺之巔，海拔125.4米，是湖上看日出的最佳地點，屬於錢塘十景之一。據說，在這裡看日出最佳的日子是農曆10月初1。原來的出陽台只是簡陋的建築，現在看到的是1959年重建、1980年重修的，爬到亭閣上，能看到白堤和宝簇塔。這裡真是一個中途歇息的好地方，可惜沒有自動販賣機。打算來爬山的朋友，記得帶些補給品哦。換一個角度看到的白堤，開始下雨了，不得不放棄去抱朴道院的打算，還是趕緊下山吧。應該會經過紫雲洞吧，雨好像下得挺大的，不過現在在山裡不會被淋到。這條下山的路感覺有點陡，今天好像走錯路線了，一直到下山都沒經過紫雲洞。咦？這裡好像是上寶石山的入口。雨越下越大了，今天也沒帶傘，沿着棲霞嶺路往下走，慢慢進入了居民區。沿途時不時有小松鼠出現，一路上沒怎麼淋雨，多虧這些大樹。這裡好像有一家旅館，這裡好像是一個老小區。咦，有一個黄賓虹紀念館，不過今天好像沒開門，不能進去避雨了。最後在路口保安值班的遮陽傘下稍作歇息。對面是華北飯店。雨停了，去岳王廟的路上，不小心混入了中學生的研學隊伍內。看來現在是研學季。門口微信掃碼購票就可以了。岳王廟又稱岳飛墓，始建於南宋嘉定14年（1221年），明景泰年間改名忠烈廟。現在的岳王廟是清康熙54年（1715年）重建的。這裡的樹也很大，看到這麼大棵的樹，心情會變得很好。岳王廟由忠烈廟、啟忠祠、墓園3部分組成。進入忠烈祠後，就能看到1979年由浙江美術學院創作的岳飛坐像，屋頂上畫的都是仙鶴圖。忠烈祠的壁畫是浙江美術學院於1981年創作的。这裡是碑廊，
牆壁上的岳家軍浮雕，這些是墓園石像生。启中祠古時候是紀念岳飛父母以及岳飛5個兒子兒媳的地方，現在被開闢成岳飛紀念館。全套的岳家軍手辦，還有一些當時用的武器模型。紀念館前面有一個半圓形的池子。我們去紀念品商店看看，樂高版的岳飛，還有一些迷你版武器。这棵树很大，是一棵500岁的樟树。经過岳墓栖霞碑，这里是京中柏亭。亭中柏树化石，据說是生長在風波亭畔的一株大柏樹。岳飛死後，這棵柏樹也隨即枯萎，變成化石，距今600多年。其實這些化石年齡在1.2億年以上，遠超南宋年代。它們其實是歸化木，類似遼寧本溪水洞的歸化木公園裡的化石。來到晋中報國照壁，兩旁也是碑廊。照壁前是著名的分尸會，庭園中間有一石橋，名京中橋。過京中橋便是墓闕，除了導遊講解的聲音，還時不時聽到班主任的咆哮聲。旁邊是秦桧跪像。岳王廟參觀結束啦，由於實在太累太餓，放棄了原定去西湖邊喝下午茶的計劃，直接到旁邊的香格里拉做補給。杭州香格里拉飯店由1962年建成的西泠飯店與杭州飯店合併而成。我們來到最近翻新的水之新居，大眾點評刷到這裡有飲品特惠，當然要試一下了。另外還點了手沖的龜蝦，還有一份熔岩蛋糕。熔岩蛋糕烤得過熟了，不過蠻好吃的。最後用了8折券買單180多塊。補給完畢，由於預定的晚飯也是在這裡，時間還沒到，先周圍逛逛吧。景區內的酒店，自然環境是最大的優勢。水之新居走的好像是貴婦楓葉，感覺很適合帶老媽來。我們的菜上來了，蒜蓉大蝦的味道還不錯。餐前面包品質蠻好的。這道蛋菜調味不錯，但用的是冷凍蛋菜，口感一般。這是套餐包含的無酒精雞尾酒，這2片是蘋果泥做的脆片，還蠻好吃的。帶子豌豆湯味道不錯。還有一個充滿儀式感的選刀環節，我們選了鹿角和牛角手柄的刀。這是主菜黃酒慢煮三文魚，加了本地特色，能看出廚師花了心思。不過火候有點老了。店員介紹他們家主廚的招牌菜是惠靈頓牛排，主廚曾經在 Gordon Ramsay 的餐廳工作，不得不說這道牛排很好吃，推薦。聽說餐廳的雞尾酒酒單是跟廟前三友合作的，廟前三友是亞洲50家酒吧，廟前冰室以中國本土酒為主題的雞尾酒吧。既然是這樣，那當然要試試啦。這個酒單的設計還蠻特別的，充滿了杭州西湖元素。我們的甜品上來了，味道一般。最後我們選了一個雞尾酒套餐，包含4杯雞尾酒、1份炸蝦、小吃拼盤、1個水果盤。這杯芝麻味的雞尾酒，我個人不太喜歡，不過得到同行小夥伴的一致好評。調酒師跟我們嘮嗑時候也說他很推薦這款，我個人最喜歡這款，口感比較清爽。其餘2款雞尾酒味道都蠻好，層次也蠻豐富的。調酒師說他們酒單是定期更新的，期待下次來看到的新酒單。吃飽喝足，我們開始昏昏欲睡了，是時候回酒店休息了。
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